今年肯定是职业生涯有史以来最丰盛的一年，就是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连拿2个世界冠军。年初的话，其实是年初的世界冠军是去年攒下的嘛，去年拿到了决赛权，所以没有特别意外。但是这次的三星杯确实是意外之喜，因为来之前身体不太好，就是到现在也没有完全好。然后在这种情况下，然后骑的运气也是很好，就是半决赛死里逃生，然后决胜局赢了半步。反正自己是运气和实力的双重加持吧，然后就幸运的拿到了这次三星杯的冠军。今年反正是值得铭记的一年。半决赛和朴槿环的棋，当然那盘棋当时其实已经有一度觉得差不多要放弃了，因为开始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变化我给忘记了，然后就差点就崩盘，然后当时后来是及时稳住了。但就是最后又有一度差点要崩的时候，然后就是我又神奇的活过来了，就觉得2次死里逃生的感觉就一盘棋经历了2次生死时刻，然后赢下来之后，我就其实当时对决胜局是很有信心的，因为觉得这样的棋都能赢下来，决赛也不算什么。那个变化其实我之前就是见到过，但是后来很久没有下出来之后就有点忘了，然后当时下的时候就是想着前面熟悉的地方不要用时太多，然后结果就是死在了自以为熟悉的地方。就当时他下出来，我突然想起好像是这么回事，然后就当时一身冷汗。后来还好是及时稳住。这个好像不是自己研究到的，是之前好像是看别人摆棋，然后就是隐隐约约的，好像有点模糊的印象。但是后来就是隔得太久没有下出来，然后就忘掉了下的时候。平时 AI 的话，我主要现在跟他下棋的时候更多一点，因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拿 AI 研究布局，其实可能不是胜负的关键，因为我觉得随着自己的水平的提升，然后其实对布局的理解已经还可以了，就是可能有时候不按照 AI 的推荐来下也不会亏损多少。然后我觉得我现在是更把重心放在如何去学习 AI 的中盘战斗的思路，就是它如何在那个胜负处的定型，包括收官阶段的一些细节，这些是我目前要跟 AI 学习的地方。所以我现在更多的是跟他下棋，而不是用它来研究布局。我觉得这2次其实也不能说明就是他的弱点是什么。这两次，我印象中这2次的棋其实也不是申申谞暴露了什么弱点，是整体来讲，就是辜子豪或者谢尔豪他们这盘棋的发挥更好，就是仅此而已，也没有说申申谞暴露了什么弱点。他的弱点一般是在劣势之后才会暴露的，就是这方面倒是值得一说，就是他可能因为他平时在韩国相对比较顺利，可能很少遇到军事甚至劣势的时候，他可能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经验不足，就是可能会过早的自乱阵脚。就是他跟辜子豪和谢尔豪的棋都是在军事的情况下突然加速败局的那种感觉。就可能他在这时候，因为在韩国安逸太久了，可能缺少就是大胜负的磨练了，有时候。但是他的实力肯定是无可置疑的强，就是说很少有人能逼出他的这种路出破绽的时候。申申谞的棋风的话，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全面的棋手，就像我之前说的，你除非你能发挥的特别好，才能暴露出他的短板，不然的话，你跟他正常下是很难看到他有什么弱点。而且他的时间管理也非常好，他下棋很快。其实，中国棋手就是太内卷了，我觉得也不能说谁威胁最大，就是其实都很强。就包括我这次对谢尔豪，他其实国内排名并不算高段积分，他之前我记得是排在第14，但是我跟他下的时候，我觉得内容上还是五五开。然后，不过要说我这2年的话，我战绩相对比较差的是李维新。就是今年我对他1胜4负，然后龙信战的决赛也是输给了他。但我也不认为我的实力就比他差，我觉得这些其实胜负都是很正常的，职业生涯是很长的一件事情。因为之前其实我对他的战绩也很好，现在反过来了，我觉得也都是正常的。之后的话，我就希望自己能乘胜追击，再多拿下一些好成绩。但是就是之前我老看有人说我只有在年末的时候才发力。
其实我想改变一下大家对这个的印象，所以我希望明年的话，也不说全年都能发力吧，至少希望不要有太疲软的时候。